阿姐，你看见了吗？五皇子今日也在。他长得真好看。我从前只是听人说起，今日一见，比传言还要好上3分。阿姐，你说他会不会注意到我？前世他注意到我，恰恰是因为我对他毫无兴趣。越是不看他，他越上心。湘君，你听我说。阿姐，你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？他这个人偏偏喜欢不把他放在眼里的。你越是无异于他，他越是感兴趣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他性格不羁，见惯了屈服讨好，你若刻意，反而适得其反。那我该怎么做？皇后不日便会设春日宴，到时候你穿月白裙，戴碧玉簪，不必刻意，只管做你自己就好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二小姐，大小姐这话听着像是过来人似的。听说今日五皇子也来了，上回花灯节远远见过一次，真是世间难得的人物。只不知娘娘今日属意哪位姐姐？明珠皎皎，与沈二小姐甚是相配。湘君，这一世换你被看见。宴上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湘君得了夜明珠。你没事吧？父亲，我好得很。前世谢南亭不顾我的阻拦，给了我整个长安最奢华的婚仪。可那场盛大的婚仪昭告了整个长安，我是凤鸣，那妹妹便是草芥。曾经即便是皇后亲自发问，父亲也不肯说出2个女儿中谁是凤鸣，为的就是守护另一个女儿的名声。可谢南亭觉得我就是凤鸣，迫不及待地将之昭告天下，彻底毁了父亲的心愿，也毁了妹妹。父亲，你说一个人的风光若要用另一个人的半生来换，这风光值得吗？知玉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父亲别担心，湘君的婚事会顺遂的。前世妹妹因不是凤鸣受尽冷眼，闺中好友避之不及，长安城无人肯娶她，唯恐沾了晦气。湘君，今日表姐来请你出门，怎么没去？不想去。湘君，你已经好几日没怎么吃东西了，实在不行咱们换个地方，去江南，去塞北，换个名字。阿姐，不必了。你这样高贵的命格，不要因我蒙尘才好。湘君，你才18岁，阿姐，我累了。那份风光是我欠湘君的债，这一世我来还。今将沈府次女沈湘君赐婚于五皇子谢南亭，钦此。阿姐，没事。怎么会没事？你明明……湘君，听我的，没事的。施主每日来此，是为何人祈福？为一个没能见到阳光的孩子。前世流放途中我怀了身孕，谢南亭说父皇已十分不喜他，这孩子留不得。父皇已经十分不喜欢我，若他知道我在此时竟耽于男欢女爱，他定会越发恼怒，这孩子留不得。一碗堕子汤，孩子没了。沈大小姐，我今日来是向你道歉的，因为我的婚事让你遭受非议。小事而已，五皇子不必挂心。春日宴，你是不是故意扮丑？您忘了吗？我不是凤鸣，靠近我便会沾染晦气。你不是凤鸣。今日在寺里还好吗？都怪我，当初不该夜观天象，看出你们姐妹一个命格贵重，一个命格卑下，更不该酒后宣之于口。这些年，湘君活在你的光芒底下，句话害了你们2个。父亲，
天命是假的，日子是真的。我现在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我听说今日谢南亭去寺里找你，他那个人行事古怪，你躲着些。我知道。好孩子，知玉，等风头过去，我送你去太仓外祖家，那里没人认识你，也没人在乎什么天命。太仓没人认得你，也没人拿天命来压你，你可以做你自己。好。太仓天气比长安潮些，小姐多带几件厚的。小姐，您真的要去太仓？就这么走了？也好，离那位五皇子远些，省心。前世谢南亭把我的销售曹翠叫做凤凰之相，说骨量轻盈，是应了命格的相。那时我才明白，他眼中从来没有我，只有我身上的命格。太仓挺好的。到了太仓，外祖母年纪大了，你多陪陪她。舅父那边你帮衬些，别一个人闷着。知道了。这些天你受的委屈我都看在眼里，往后只愿你平平安安的，别再被那些虚名绑着了。父亲，我早就不在乎那些了。其实知玉，其实你才是。父亲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路上保重。小姐，老爷今日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的？奴婢在旁边听着都急。小姐，老爷刚才到底想说什么？不知道。奴婢瞧着老爷那神情，不像是随口说的，像是憋了很久，好不容易要开口，又被那铃铛声搅了。其实你才是什么？知玉，这几日跟着我出诊，可还习惯？习惯的。太仓病症和长安不太一样，我正好多学些。你母亲当年也是这样，徐家的医书，她从头翻到尾，翻了3遍。大小姐来了才几日，已经把前院的药材都认全了，连老爷都说少见。你在这里住着，不必客气，当自己家就好。你外祖母念叨你念叨了好些年，这回你来，她高兴得很。舅父，我也想在这里多住一阵。住多久都行。大小姐，前头来了位贵客，指明要请您诊病。指明要我？说是非大小姐不可。老爷正在给人看诊，脱不开身，让大小姐先去应一样。我去瞧瞧。我这病唯有沈姑娘可医。五皇子何处不舒服？你在江南可好？若贵体无恙，五皇子请回吧。我记得你很喜欢海棠，怕太堂没有，所以从长安带了2株给你。我并不喜欢海棠，喜欢海棠的是湘君。前世他走后，我收拾遗物，看到那2盆花快枯了，心里难受，带回皇子抚养着。我向来只喜欢荷花，湘君从小就喜欢海棠，五皇子不妨带回去给他，他一定会很欢喜。你喜欢荷花吗？是从什么时候不喜欢海棠的呢？您即将与家妹成亲，此番来见我，实在与理不成。五皇子，请回吧。也好，江南多雨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大小姐，那位贵客是谁啊？千里迢迢送盆花来，这也太……去把那盆海棠搬到后院去。知玉，昨日那位是五皇子。舅父认识他？认不得，只是听说过。他此番来太仓，说是有礼，可我看不像。你与他……舅父放心，没有什么。大小姐，那位贵客又来了，还是指明要见您。沈姑娘，海棠花可还好？五皇子今日来，还是为了诊病？也为了这个？不过是舟车劳顿，开几副调理的方子便好，无甚大碍。沈姑娘医术见长。五皇子过奖。你当真不喜欢海棠？
五皇子，喜欢海棠的是湘君，不是我。这方子按时服用，3日可见效。我记得你曾亲手为2盆海棠浇水。五皇子记错了。也许吧，也许是我记错了。沈姑娘，你信人有前世今生吗？不信。小姐，今日五皇子又来了。这人也真是的，婚期将近，不在长安好好备亲，跑到太仓来做什么？还指明要见小姐，这要让外头人知道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无妨。小姐，您说他是不是对您有什么心思？前世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好时光，那时我们都以为我是凤命，陛下也默认了这一点。中秋家宴时赏了我一只白玉凤簪，那是皇后才能用的东西，陛下赏赐，皇后默许，不过是借我之名抬举谢南亭。谢南亭春风得意，对我便越发体贴，见我照料西府海棠，有时心之所至，他也会拎起水壶浇一浇水。只是后来谢南亭太过轻狂，渐渐失去陛下宠爱，便怀疑我命格有误，拖累了他。如此下贱之物，怎么配在我府上盛开？从泥里长出来的东西，就该回泥里去。小姐，没事，想起些旧事。海棠养得不错，是大小姐每日早晨浇水，花才开得这么好看。她每日亲自浇水。大小姐说，既然花送来了，就好好养着。五皇子，药已备好，还有事？我还有疑问，你口口声声只爱荷花，为何日日亲手照料这2株海棠？受人馈赠，尽心养护是本分，无关喜宴。本分？可我分明记得你也曾喜欢海棠。人时常会混淆记忆，错把他人之事安在旁人身上。五皇子莫不是记错了人？记错了人？倘若日后你也记起些什么，不妨告知我。这位五皇子说话云里雾里的，真是奇怪。他绝非单纯记错往事，句句试探，分明是在确认什么。看来他也带着前世的记忆。大小姐，二小姐来信了。二小姐写了什么？她说备嫁繁琐，却甘之如饴。二小姐嫁得好，真好。小姐，后面写了什么？阿姐，我至今仍有些恍惚，我是真的要嫁给他了吗？那样神仙般的人物，真的要成为我的夫君了吗？二小姐这话听着就让人高兴。二小姐还说了什么？她请我回长安观礼，说已经和谢南亭说过，为我安排上座，说要让整个长安人都知道我是她的姐姐，谁都不可以欺负我。二小姐对您真好。小姐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回长安？不回去。啊？二小姐特意邀请，您不去吗？不去。可那是二小姐的大婚啊，您是亲姐姐，若不在场……春杏，谢南亭的行迹太古怪了，他千里迢迢跑到太仓，指名来见我，问那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若回了长安，只怕会生出更多变故。您是说他会有什么动作？不知道，但我不想赌。湘君，你说你幸运，可我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。谢南亭来洛陶，行事古怪，他好像在确认什么。我若此刻回长安，只怕反而会打乱你的好事。湘君，你平安喜乐就好。这一次，姐姐不能去。小姐，您求什么呢？求天妃娘娘保佑湘君。奴婢也求，愿二小姐今日大婚顺顺遂遂。天妃娘娘，这一世让她平安喜乐，再无忧愁。小姐，无事。小姐，湘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今天不是你的大婚之日吗？亲事取消了，谢南亭说他要娶你。二小姐，姜汤趁热喝，别冻坏了。大小姐，喝了暖一暖。阿姐，父亲来了信吗？还没有，今日刚出的事，信怕是要过2日才到。他一定很着急。
谢南亭近来怪梦缠身，药石罔药。他去求神算道，回来后反反复复只念叨一句话：合江铜镜重照处，方今明珠再长出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他身边的人告诉我的，说他近来魂不守舍，夜夜噩梦。阿姐，他说他认定了你才是他真正该娶的人。他去找皇后说要退婚，皇后不肯，骂了他。他又去找父亲，要父亲主动退婚。做怪梦，谢南亭，你究竟记起了什么？今日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那日天降大雨，父亲把我关在内院，我躲在屏风后头，清清楚楚听见他跟父亲说，请父亲主动退婚。我当场冲出去质问他：你从前对我那么好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花灯节的玛瑙灯，春日雨里的油纸伞，湖上泛舟时亲手为我摇橹，那些怎么会是假的呢？可他只说了一句抱歉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想退婚娶阿姐你，但是父亲不同意。湘君，委屈你了，阿姐不怪你，错的人从来都是他。从小到大，他遇事总是第一个奔向我，这一次也一样。谢南亭为了我退他的婚，他本该恨我怨我，可他没有，他这样信我，我绝不会让前世的悲剧再重演。大小姐，老爷到了。他来了。谢南亭，退了湘君的婚事还不够，竟还厚颜上门来见你，说什么仰慕之情。我把他赶出去了，可他不死心，仍在门外候着。沈大小姐风采卓然，我心目之，还望国师大人成全。五皇子退了我二女儿的婚事，转头来求娶我大女儿，你让天下人怎么看我沈家？又让湘君如何自处？国师大人，我此番并非一时冲动，我与沈小姐之间是命定的缘分。够了，五皇子，您身份尊贵，我不能打你骂你，请回吧。沈姑娘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五皇子，我父亲说得很清楚了。王爷，湘君，感觉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父亲别担心。父亲，他今日来是为了阿姐的事吗？湘君，这事儿你不必。没事的，父亲，我只是想知道。我把他赶走了。父亲，你说他会不会回心转意呢？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，可我就是忍不住。湘君，先好好养病。芷玉，歇一歇吧，不过是寻常暑湿之症，年年盛夏都有。舅父，这绝非普通暑病，城外多个村落已集中病倒，结合天象与古籍记载，大水将至，水退之后必有大疫，必须立刻行动。第一，派人吩咐周边县城采购防疫药材；第二，通知全城百姓居家清扫、熏哀驱秽、禁饮生水；第三，划出独立院落作为隔离区。大小姐，城中药铺存货有限，远距离采买怕是要耗费不少时日。银两无需顾虑，救人要紧，你们分头去办，现在就出发。我去见知县，联合城中乡绅，全城统一布防。小姐，您从清晨忙到现在，快歇歇吧，多做一分准备，城中百姓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。您好像早就预判到灾号，难道从前见过这般时意吗？只是研读古籍，结合往年灾情推断而来。小姐，现在已是3更时分，所有人都歇下了，你也快去休息吧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适？不是，只是详情的过往。前世汛期，大水围城，瘟疫突然席卷全城，城药材很快消耗殆尽。舅父冒险进山采药，不幸染上疫气，家中长辈、族人、药童接连殒命。舅父他们，你身上还有药材，为什么不拿出来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能为我做些什么，也算他们死得其所。你不为我高兴吗？皇兄们不敢去疫区，只有我敢。如今父皇最看重我了，芷玉，是你的奉命保佑了我。前世我无力守护，这一世我定不能让悲剧再发生。昨夜官府正式通报，河道水位突破警戒线，汛期全面来临。晚幸我们提前筹备，药材、隔离区、防疫规矩都已落实到位。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就一定能度过这场天灾。是。大雨连下3日，河水漫堤，城外农田民居尽数被淹，百姓涌入城中，瘟疫如期爆发。巡街差役封锁城门，划分临时安置点，全城秩序并未失控。大夫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的相公，他高烧不退，上吐下泻，已经撑不住了。大嫂莫慌，只是感染时疫轻症，来得还算及时，按时服用汤药，配合家中熏艾，3日便能退液痊愈。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。老爷，大小姐，今日药材消耗不少，但储备依旧充足，按照目前情况，再支撑1个月都不成问题。新增病患也在慢慢减少。
这一切全靠直玉深谋远虑，太仓数万百姓都因你得以安稳度日。灾情暂时稳住，可江南全境受灾，奏折必定会送入京城，朝廷很快便会派钦差南下巡视。长安来人就意味着变数，我必须多加提防。小姐，忙碌了一天，先喝点水歇息片刻吧。陛下有旨，江南水患与时病肆虐，各州灾情轻重不一。特命五皇子谢南亭为钦差大臣，即刻南下巡视江南各州县灾情，督察防疫赈灾务务，统筹粮米与药材调配。钦此。臣领旨。立刻派人通传全城，整顿街道、病患安置点、医馆等关键场所。五皇子身份尊贵，不日便抵达太仓，万万不可出现纰漏。另外，专程去徐家医馆报信，徐家是全城防疫核心，钦差必定会重点巡查。县衙刚传来消息，钦差是谢南亭，你务必多加小心，尽量避开他。我明白，眼下百姓安危是头等大事，专心行医赈灾便是。只是此人心思难测，全院都要提高戒备。小姐，这几日您就待在后院，别露面了，让老爷和知县出面应对，避开五皇子。徐家是防疫核心，避无可避，叮嘱所有人谨言慎行，只谈灾情医药，安排人盯住城门。谢南亭一入境，立刻来报。二小姐，听说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南下巡查灾情，还是为皇子呢，估计这2日就要到太仓了。你可知晓是哪位皇子？听接差一说，是五皇子谢南亭。阿姐，他真的会来太堂吗？太仓医馆是巡查重点，他会不会来咱们徐家？阿姐，你说他会不会是为我来的？湘君，他若是来求我原谅，我可不能轻易宽恕了他。他让我伤了心，我要摆摆谱，让他也伤一伤心才行。可是阿姐，我舍不得他伤心，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他是朝廷钦差，前来巡查也只是处理公事。你身子刚好，切莫胡思乱想，安心休养才是正事。二小姐心里还是放不下五皇子，此番他前来，怕是又要徒增伤心了。情之一字最是磨人，我拦不住他的念想。如今我能做的，就是守在他身边，不让他再被伤害。该来的人终究还是来了。谢南亭，我不会再让你伤害我的家人，也绝不会允许你搅乱太堂安稳的防疫局面。下官徐明率徐家众人恭迎殿下驾临太仓。免礼，本王奉旨巡视灾情，需寻一处居所暂住。殿下放心，县衙早已备好行馆，可即刻入住。不必，此处毗邻医馆，出行巡查方便。今日起，我便暂住徐家。殿下远道而来，府中简陋，不知殿下想住哪处院落？听闻府上荷塘景致极佳，便选荷塘旁的别院吧，清静雅致，也合我心意。他住进徐家是冲我来的，只盼他公私分明。昨日初见满池荷花，心生雅趣。我素来喜欢观荷作画，听闻府上有一位喜欢荷花的小姐，不知可否请她前来陪我一同赏荷论画？下官这就安排。湘君，五皇子殿下喜爱荷花，听闻你擅长画荷，特意派人传召，请你去荷塘别院相伴赏荷作画。舅父，殿下真的让我陪他赏荷作画？你好好把握机会，过往的误会或许都能解开。小姐，不好了，方才老爷派人去请二小姐了，说是五皇子要二小姐去荷塘别院赏荷作画呢。坏了，舅父并不知我与谢南亭之间的渊源。那二小姐兴冲冲的去，岂不是要空欢喜一场？我们过去瞧瞧。民女湘君见过五皇子殿下。怎么是你？听闻殿下喜爱荷花，民女略通画技，不知可否为殿下描摹这满堂景致？不必了，我要找的并不是你。殿下既然传召我前来，如今又说不是找我，这是何意？我要找的是沈直玉。可殿下当初对我百般体贴，难道也只是认错了人吗？既然您心中只有阿姐，当初为何要选择我？给我希望，又亲手将我推入深渊，殿下就如此喜欢捉弄旁人吗？当初选择你不过是阴差阳错，我对你的所有关照皆是误认，你不必再心存妄想。小姐，二小姐她该有多难过啊！五皇子也太过分了，明知二小姐心系于他，还这般直白的伤人。误认，
殿下可知，您的一举一动差点让我托付终身。您这般轻描淡写，可曾想过我承受的痛苦？感情之事本就讲究缘分，是你自己执念太深，不肯看清现实。我从未逼迫于你，何来亏欠一说？太过分了！明明是他先招惹二小姐，如今却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二小姐身上，哪里有半点君子风度？他向来如此，眼中只有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旁人在他看来都微不足道。今日这番话也算是彻底断了湘君的念想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我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对殿下抱有任何念想，也望殿下莫要再来打扰我与家人的生活。念想是你的事，但既然你在这儿，我还有一事需要你去完成。我知道你与沈直玉姐妹情深，接下来我需要你从中周旋，劝她应允我的求亲，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事，也是你该做的事。你让我去劝说阿姐嫁给你，你伤害了我，如今还要利用我去逼迫我的阿姐。这件事你必须做到。我不会帮你的，阿姐心中根本没有你，你这般强人所难，只会让所有人都陷入痛苦，请殿下死了这条心。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。我是奉旨巡查的钦差，全城防疫的功过对错，徐家上下所有人的生死荣辱，皆由我一言而定。小姐，他太歹毒了，竟然用徐家的安危威胁二小姐，我们现在就出去拦住他。现在出去，只会让他抓住更多把柄。他拿灾情和徐家做筹码，无非就是想逼我低头。你若乖乖劝说沈直玉答应婚事，我便会向朝堂奏报徐家功绩，保你们平安顺利。若你执意违抗，徐家致意的功劳便会变成玩忽职守的罪名，到时候整个徐家都要为你的执拗付出代价。你怎能如此无耻，拿百姓和我的家人作为要挟？你身为皇子，难道就不怕天下人非议吗？在这太仓地界，我的话就是规矩，非议无人敢言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答不答应？前世他因命格执念毁了我一生，这一世我绝不会任由他摆布，更不会让家人因为我受到牵连。你先回去，暗中通知舅父，做好防备。从现在起，行事更要小心。阿姐，有些话我思虑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今夜必须跟你说清楚。你讲，我听着。我从前总心存侥幸，以为过往的温柔总有几分真心，今日才看明白，他心中从来没有半分情意。湘君，你能说出这番话，是真的长大了。他拿全城义士和我们一族的生死做筹码，逼迫我劝你成婚。阿姐，你千万不能答应他，这样偏执凉薄之人，万万托付不得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事到如今，硬拼不是办法，我答应嫁给他便是。阿姐，你怎么能答应？你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明明知道这是一条绝路啊！难道你真的要委屈自己一生吗？你先冷静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议事未平，他手握督察大权，掌控着所有人的安危。我若当众拒绝，他必借机发难，歪曲徐家公君。到时候不仅族人遭殃，满城百姓也会无辜受难。我假意应允婚事，只是权宜之计，目的是先稳住他，给太仓争取喘息的时间，也给我们寻找脱身的机会。可他心思缜密，又被执念蒙蔽，万一假戏真做，到时候骑虎难下，该如何是好？你放心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真的嫁给他。我假意顺从，是为了稳住局势，不是向他低头。他想要的是所谓的缘分与奉命，可我心中早已无半分情意，又怎会任他摆布？那阿姐，你万事小心，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我知道，今夜之后你照常生活，不必刻意遮掩，一切如常便好。阿姐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回去早点歇着。为了家人，为了无辜百姓，我必须以身入局。前世的旧债，今生的步步紧逼，我都会一一倾诉。小姐，五皇子派人传话，今夜请小姐去望月台赏月。他倒是殷勤。小姐，您要去吗？他既来请，我自然要去。整个太仓为致意忙得不可开交，这种时候也只有他还有闲情雅致在这赏月。直玉，你来了。七夕佳节，月色正好，今夜陪我多坐一会儿。殿下有诏，自当赴约。直玉，你可知牵牛织女历经磨难，才能在鹊桥相会？我与你兜兜转转两世，也算是一段难得的缘分。殿下说的是。待父皇寿宴后，我便去求母后赐婚。她一向喜欢你，定然会答应的。到时候我给你最风光的婚仪，让长安城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谢南庭的正妃。前世你也是这样说的，可失事之后，
却说我命格不详，说我拖累了你。前世谢南亭志义有功，陛下重重有赏，赞他年纪虽小，却是极有担当。可谢南亭越发张狂，行事锋芒毕露。朕过寿时特意大赦天下，以却选在今日猎杀猛虎，是何居心？是否皇宫之大，皇子之尊已经容不下你的野心？谢南亭以为陛下动怒只为猎虎一事，殊不知从他大张旗鼓要娶我为妻起，就已经触怒了陛下。他以为奉命是荣光，却不知在陛下眼中那是狼子野心。也许当日是母后弄错了，你的妹妹才是奉命吧。只可惜你妹妹去世的太早。知玉，倘若我说你我有前世今生的缘分，你相信吗？我猜前世我曾欠你太多，今生才对你如此难以割舍。知玉，我想呵护你一生，等父皇寿宴过后，我携奉命正妃归京，朝中那些皇兄便再无话可说。天命所归，谁敢与我争？殿下言重了。知玉，我知道前世亏欠你太多，今生我定会加倍弥补，绝不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知玉，倒是我唐突了。等我们回了长安，我在你院子里种满荷花，这样你日日都能瞧见。多谢殿下费心。知玉，你现在心里可有我半分位置？夜深了，殿下早些歇息。你也早些休息。江南夜凉，多添件衣裳。王爷，沈姑娘今夜似乎温顺了许多。她本就如此，只是从前心有界限，如今慢慢想通了。小姐，今夜如何？她说了什么？她说了许多，无非是前世今生宿命缘分。说的好听，她伤了那么多人，如今倒要来讲什么缘分？她说的那些话，你当耳旁风便是。小姐，您今夜陪着她周旋，心里不难受吗？不难受，只是觉得可笑。春杏，凡事不必急，我既然入了这局，便会走完它。知玉，听说你近来操劳，今早我特意让人做了百合莲子羹，给你补一补身子。有劳殿下费心。你整日忙着药材和病患，也要顾着自己的身子，往后有我在，不必事事亲力亲为。大小姐，要不要现在用？先搁着，等回了诊室再说。知玉，你现在这样倒是越来越顺我心意了。大小姐，五皇子殿下说，这只簪子是和田玉雕的，色泽极好，是铺子里头一份。放着吧，待我谢过殿下。王爷，沈姑娘收下了。她向来如此，面上不显，心里是明白的。有奉命相伴，此番归京，诸事皆顺。小姐，五皇子今日送吃食，又送簪子，府里那些侍女都在说您和殿下真是天造地设。他们爱说什么，随他们去。可奴婢瞧着，他关心的从来都是奉命，不是小姐您这个人。你倒看得仔细。殿下，城郊疫区病患集中，疫毒凶险，已有多名巡防差役不慎感染。今日若要亲赴疫区，务必穿戴防护衣物，切不可徒手接触病患，还请殿下以身体为重。本殿下有奉命护身，区区邪气进不了身。那些防护衣物繁琐累赘，不必穿戴。殿下，疫毒不便尊备，本王意已决，无需多言，即刻动身。殿下，前面就是疫区，您不能就这样进去。本殿下有奉命护身，岂是区区疫毒能撼动的？让开！尔等安心救治，本殿下在此，灾祸自散。不过如此。大小姐，老爷，五皇子去疫区了，不带任何防护，知县和郎中怎么劝都不行。此人太过狂妄，迟早要出事。舅父，药材转移的事今日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昨日就分散存放好了。好，继续按原定安排行事，不必理会他那边的动静。大小姐，他若是染了病，咱们要救吗？医者救人是本分，不问来历。知玉，你早就料到他会出事。一个人若是把狂妄当成底气，迟早自食其果。舅父，咱们只管守好自己的阵地便是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，快来！殿下染病了，快扶殿下进去！脉象紊乱，是感染了重症10亿，情况不轻。徐大夫，沈姑娘，殿下一定没事的，对吗？你们一定能治好她。先把方子开出来，今夜必须退夜。知玉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
你来。殿下先别说话，有你在，有凤鸣在，没事的，定然没事。按方煎药，1个时辰后送来。今夜每隔2个时辰换一次冷敷的帕子，不能断。是。沈姑娘，殿下这病能治吗？能治，但能不能熬过去，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凤鸣护着我，治愈。沈姑娘，多谢您。沈姑娘，五皇子烧了这么久，会不会有事？按时换帕子，等烧退下来再说。前世是我在惩罚我，治愈，原谅我。你原谅了我，这命数就能改。求你。殿下，你终于醒了。治愈，你一直在。该喝药了。我方才做了梦，梦见前世我做了许多错事。先喝药。治愈，你原谅我吗？喝完药好好养着，旁的事儿等病好了再说。小姐，殿下烧了这么久，方才睡着了，脸色还是很难看。小姐，奴婢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他那个样子看着怪可怜的。你心软是好事，可你可知道，他亲手送过1碗堕子汤给我，打掉了我腹中的孩子。他把湘君踩进泥里，让他郁郁而终。他染病后抢走徐家所有药材，满门无一生还。小姐，这些事像梦一样，可每一个细节都刻在我脑子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。小姐，你说的这些事，我听着心里很难受。我会尽力，但他能不能撑下去，全看天命。王爷，昨夜烧退了些，但沈姑娘说还需静养，您今日可要起身？父皇寿宴还有几日？还有7日。可王爷您这身子……备车，今日动身。殿下，您的病还没好，沈大夫说了，现在出行路途颠簸。我有奉命护身，死不了。你去备车。知玉，你的病还没好全，路上颠簸，撑不住的。父王寿宴在即，我必须回去。等寿宴之后，我会再来太堂，带着赐婚的圣旨来风风光光娶你。殿下，太仓是我的家，我哪儿也不会去。知玉，我说过，你我之间有前世的缘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知玉，等我回来。王爷，撑住，再撑一撑，前面就是姑苏城了。知玉，异毒侵入肌里，高热反复，已伤及内里。老夫先开几剂退热的方子，暂稳病情去，只看造化了。知玉，沈姑娘，您来了，殿下一直念着你。我就知道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我来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缘故。你心里有我，放不下我，所以来了。知玉，你我之间……殿下，你病得不轻，少说几句话。你不必瞒我，我知道你来是因为你舍不得看着我死。毕竟我是这世上唯一配得上你奉命的人。殿下，你说你是唯一配得上奉命的人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奉命诱的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奉命是尊贵，可从来不是给心术不正的人预备的护身符。你拿他谋权，拿他造势，拿他压人，最后还拿他来原谅自己。殿下，天命不是这么用的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知玉，你今日和平时不一样。殿下，我记得前世。你说什么？前世你亲手送来堕子汤，打掉了我腹中的孩子，那孩子埋在大雪里，没能见到春天。前世你把我是奉命昭告天下，逼得湘君被整个长安嫌弃，无人肯娶，最后出家为尼，18岁郁郁而终。那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是……前世你染病之后，徐家倾尽所有救了你。你病好之后，拿走了他们所有的救命药材，扬长而去。徐家满门一个都没有活下来。那是局势所迫，我当时也是身不由己。好一个身不由己！你给湘君的伤是身不由己，打掉孩子是身不由己，抢走徐家药材也是身不由己。殿下，你这一生究竟有哪一件恶事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？不是身不由己，是你自私。你把所有人都当成你手里可以随意使用的棋子。知玉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从前种种我都愿意赔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权势地位我可以全都不要，只要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殿下，你说原谅，
可你告诉我，我那个孩子怎么回来？湘君的半生怎么还？徐家几百条命谁来还？有些事说一句对不起，解决不了的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我没有办法原谅你，也不需要原谅你。善恶自有天道去评判，不是我。把药喝了吧。知玉，我追了你2世，真的一点都不值吗？好好养着吧。沈姑娘，您真的不愿原谅殿下吗？他这一路一直念着您的名字。你跟了他多少年？10来年了。那你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。知玉，知玉。火亮或灿烂是心海，那是爱枯荣中重来。殿下！小姐，殿下走了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一生追逐凤命与权柄，最后死在自己亲手种下的因果里，怨不得谁。那小姐，往后咱们是不是就能过自己的日子了？收拾一下，天亮后咱们启程回家。太仓议事未平，还在等着我们。好，回家。我以医者的本分送了他最后一程，从此再无瓜葛。小姐，您说这场疫病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会过去的。我在县志上见过，再大的疫灾，短则一季，长不过1年，快了。只是不会太快，在这之前，我们还得继续撑下去。小姐，您说能过去就一定能过去，反正奴婢跟着您，再难也不怕。五皇子奉旨巡查江南，途中染疫，薨逝于姑苏。对外统一说辞，染疫身亡，不得妄加揣测。父皇，武帝此番南下是为国殉职，随行侍卫与持从皆在疫区出生入死，不可因其主薨逝而冷落。儿臣请旨，妥善安置武帝旧部，以示朝廷恩品。准，都退下吧。南庭这孩子从来不懂收敛，奉命、天命什么的，一遍遍放在嘴上，生怕旁人不知道他的野心。储位之事，朕心中已有数。你行事稳重，莫让朕失望。儿臣明白。大人，五皇子的事儿您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染疫身亡，死在姑苏城。不必再提，人走茶凉这道理还要我说吗？从今往后，五皇子3个字，这府里不许任何人再开口。那奉命、天命那些话，大人您更不许提。那些话本就是他拿来造势的。如今他人不在了，旧事重提只会引火烧身。皇家最忌讳命格之说，这点你难道不清楚？大人说的是，属下明白了。殿下，五皇子身后之事已全部料理妥当，朝中的疑义也都压下去了。你说谢南亭一生执念于此，到头来得到了什么？属下不敢妄言。什么都没得到。命格这种东西，信得越笃定，死得越难看。朝堂从来靠的不是命格，靠的是人心，是实力。他不懂，所以他败了。知玉，有一桩旧事为父藏了数十年，今日必须告诉你。当年我夜观天象，所见分明你才是天生奉命，只因怕你卷入皇室纷争，所以对外才默许是湘君。你不惊讶？心中早有答案，不是今日才明白的。你何时得知的？我曾去寺里上香，寺中老住持对我说了几句话，我便大致清楚了。你前世是佛前一盏小小烛火，护佛有功，贵不可单。天命只是外物，人心才是行路根本。莫被虚名的枷锁困住自己。还是怨我当年失言，害得你和湘君卷入皇室纷争，受尽苦楚。父亲，过往灾祸已是尘埃落定，如今一家人安稳相守，您不必再苛责自己。你手握奉命，本可入主东宫，天底下无数女子求而不得的尊荣，你却弃如废也。父亲，深宫牢笼束缚人心，皇权争斗，步步如履薄冰。我如今守着医馆，治病救人，朝夕与家人相伴，觉着人间烟火，远比所谓后位珍贵。凤凰本该翱翔长空，不该困在方寸宫墙之内。谢南亭一生执念奉命，到头来客死他乡。你手握奉命，却甘愿守着这一方医馆。至于你比他活得明白，即便没有奉命传言，他也会为一己思绪伤人。
知遇，长安的朝堂关系我会全权打理，彻底切断命格相关流言，往后不会再有官员皇室来打扰你们姐妹的生活。有劳父亲。湘君如今比从前开朗多了。如今医馆收留了瘟疫遗孤，他日日跟着这些孩子一起食草药玩耍，自己也像个孩子了，这样挺好。往后我不会再拿世俗荣华规劝你们，你们安心留在太仓，长安家业我会妥善处置，也会定期来太仓探望你们。谢谢父亲。沈姑娘，我这灾后一直胸闷气短，夜里睡不踏实，是肺气受损，好好调理便能好转。按这个方子给大娘取3副，温水服用，不可贪。大娘，这药不收费，您安心拿着。多谢大夫，多谢徐家。沈姑娘，灾情最凶险时，无数百姓走投无路，徐家敞开大门，搭建隔离诸所，才保住太堂数万人命。我等今日登门，是来致谢的。诸位言重了，医者本分而已。我们几家商议，想联合出资，为徐家修建功德牌坊，另捐献良田，供给医馆日常药材开销。立牌坊一事，心意我领了，但并非我所愿。行医救人是分内之事，不必大肆铺张。那总要表示些什么才是？若诸位盛情难却，可每月送些米面布料，供给医馆收留的瘟疫遗孤。这份心意，我替孩子们接了。你们瞧，这一株是艾草，揉一揉叶子，闻到那股冲的香味了吗？熏艾能驱晦气，防疫病。好冲，眼睛都熏到了。就是因为冲才能驱晦嘛，不是吃的，是闻的。来，像这样，指尖轻柔的被捏波巴抱夹，轻轻揉搓子一下，这叫薄荷，熟散风疗。你就是它在帮你赶走身体的热毒呢。两位姐姐，你们以后会去长安做贵人吗？不去，守着药铺跟你们在一起，可比当贵人舒心多了。为什么？不是很威风吗？人的价值从来不由什么威风定义，荣华富贵都是身外之物。心有良善，身怀本事，便是最好的人生。小姐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想想。您是不是在想之前的事？有一点，奴婢这些日子也时常想起，从长安到太堂一路上遇到的那些事，想想真觉得像做了场梦。小姐，您真的放下了吗？放下了，背着恨走不远。我不想再困在原地了。是的，小姐，都过去了。如今可真好，没有人来打扰，没有什么命格的闲话，往后都是好日子了。奴婢最怕那些日子了，每天都要提心吊胆的，生怕出什么变故。如今日子虽忙，可心里踏实。你倒是想得透彻。那是，奴婢跟着小姐这么些年，也学了一些。阿姐，这一批防风里掺了几根杂草，你看，挑出来单独放着，别混进去了。舅父今日一早出诊，说是城西有户人家，老人家腿脚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估计要晌午才回来。我知道，上午的诊室先由我来，你把这批药材整理好，下午配新方子用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你们两个配合的可真好，跟一个人似的。那是，我们可是亲姐妹，早就心有灵犀了。阿姐，我有时候想，若是当初我真的嫁给了谢南亭，如今会是什么日子？那不是良缘，是深渊。还好我们没踏进去。是啊，现在满手都是药材味，可比满手都是眼泪让人心安。想通了就好。阿姐，咱们就这样吧，守着这个医馆，守着彼此，安安稳稳的把日子过下去。好，拉钩。